你还能接受这样的魏则期吗？该怎么哄他才能消气呀？还装？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！这间民宿还不错，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，正好有房间，够住。哎，袁总，你走。魏总，喝点热水吧，别感冒了。谢谢，我不渴。对啊，晚上少喝点水，不然企业容易着凉，还容易水肿。你这个公关总监，明天还要出镜，注意保持形象。也对，这杯水应该是给魏总才对，毕竟他天生丽质，而且早就习惯了夜夜笙歌，喝酒到半夜，完全不用担心水肿会影响明天的上镜状态。我们先回去吧。魏总，热水。我看你这包里带的东西挺齐全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出来野外求生呢。哎，我不排斥袁夏有其他的追求者，那是他应得的，我也接受公平竞争，但前提是你是真心喜欢的，不是另有所图。魏总，您误会了，我知道您跟袁夏是男女朋友，我只是把袁夏当妹妹。我是不是误会我自己清楚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袁夏，保卫，没事吧？魏子期，周小叔，现在学聪明了，还会声东击西了。你耍我了！你把我故意引到这儿来，故意取消发布会，就想让我上钩。想什么呢？从我们对外宣布发布会开始，就已经在给你下饵钓鱼了。我打算在我爸做实验的那个分公司举办。分公司地处偏僻，我不相信周围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。这次的发布会必须要加大宣传，多联系几家媒体平台宣传报道，务必要把声势做到最大。不然以我们袁总监的周到，我们怎么会没考虑到天气、山路的问题？你接二连三的想要杀我，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，只好将计就计，主动出击。魏子期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怎么样？刚刚有没有受伤？我还好，你呢？早点休息吧。你知道今天有英仙座流星雨吗？上一次英仙座这么大规模的流星雨，我错过了，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。本来想再等等的，至少等到发布会结束。你说什么？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哎，萤火虫。
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？对不起啊，只能不给你这样的流星雨了。元夏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才能让我拥有了这不一样的人生。就在我18岁的那年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，无处宣泄的孤独和无助，让我丧失所有信心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离我而去。我把自己封锁在那个黑暗的阁楼里，任凭自己沉溺和失控。哥哥，我是圆圆。在我一次次游走在自杀边缘时，他敲开了那道隔绝阳光的大门。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陪在我身边。哥哥，你是睡着了吗？你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课。他必须听到我的回应才能安心。你有事儿一定要叫我啊。他还会给我准备热腾腾的馄饨面。他还把那些鼓励我的话折成纸星星塞满药瓶。哥哥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，要为更好的自己而坚持。相信时间会带来新的开始。即使身处在低谷，依然要仰望星空。其实你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。不要一个人躲在阴影里，试着走出阴霾，向阳而生。它就是照进黑暗里的一束光，牵引着我重拾了生的希望。曾经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流星雨，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借口，最终我还是失约了。元夏，你一直在我的生命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前些年我为了复仇，跟周围日复一日的演戏，那个时候我差点误入歧途。在我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拿起你的小牌，告诉自己，我不能连这一角光亮都被复仇的黑暗所侵蚀掉。再后来，我还以各种为你好，以保护你为借口，不敢与你相认。对不起，你还能接受这样的慰藉期吗？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你，记住了吗？魏子期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沉默的少年其实也是我的一束光。那阴暗的阁楼给了我温暖的庇护。那个沉默的阁楼小哥哥给足了我满满的安全感。但是直到他离开，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。魏总您好，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，我叫袁夏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人，我知道，袁夏。
我等你很久了。他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与我有着天际的距离。你们有谁自己真正赚过1分钱？有谁赶过早上8点公交？有谁为了自己的生活熬夜加过班？只有袁夏，他赚的每1分钱，全都是用自己的心血赚来的，所以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他会站在我的立场，为我解围，还在我危险的时候，为我奋不顾身跳入水中。将我挡在身后，小心，保护我。在这等我。魏子期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会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司机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把方向盘往避开危险的方向，而你却自己涉险，直接撞进了栅栏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他所有的举动，都如同当年阁楼小哥哥一样，给了我庇护的港湾。没想到他一直在我身边，在那个阁楼里，命运早就将我们紧紧捆绑在了一起。那个沉默的阁楼小哥哥就是你，他的名字叫魏子期。魏子期，谢谢你送我的流星雨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我也喜欢你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，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。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，就这样直到时间尽。海参。你走，袁夏呢？昨晚和老魏出去了，这孤男寡女、荒郊野岭的，不会是一夜未归吧？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干嘛去了？老实交代。跟我男朋友算旧账去了。算账？怎么算啊？是清水的算法，还是翻来覆去的加倍算？能说快！我怕再算下去，你的年终奖都不用算了。你少跟他在一块儿，都学坏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彻底统一战线了。各位领导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该出发了，别耽误了揭幕仪式。行，那我们先去收拾东西。嗯。看来袁夏已经知道我不是小哥哥了。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魏子期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可以再这样伤害自己了。这也是恒叔叔所期望的。哎，圆圆，吃面。孙爷，走了啊！你儿子生日啊？吃好了，吃好了。那他人呢？走啊！他不在我身边，我这也将近有1年没见他了。那他肯定很想你啊。恒叔叔，你儿子多大了？他比你大几岁，要毕业了，是你的哥哥。其实啊，他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又很懂事。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，总说自己很忙，没时间陪伴他，连他妈妈去世，我都没能赶回去。
就算他怨我，也是应该的。现在有时间陪他了，也没这个机会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是一家人啊！而且，就算你之前真的做错了，那现在想去弥补也还来得及，总比留着遗憾好，对吧？而且我想，其他人的祝福肯定是比不过爸爸的，所以恒叔叔，你有空给哥哥打个电话吧。还来得及吗？肯定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来得及。这样，吃完面之后，我就回家给他打电话，我要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。他很爱你，你一直是他的骄傲。其实那天他有给我打电话，只是我没接。那段时间我特别恨他，恨他为什么因为工作不回来见我妈最后一面。后来知道他去世了，也很后悔，很痛恨自己，所以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里。直到你出现，才把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拉出来。是恒叔叔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跟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相遇了。而且，其实你不是真的恨他，对吗？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愧疚地伤害自己了。以后也不会了。圆圆，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。流星雨那天，我失约了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失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时间了。不需要如果，现在就很好啊。没错，现在就很好，只是我没有收到你的特别礼物。那个呀，那我得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，才能把礼物给你。好的，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莅临。告诉那个好消息，我们改变了结局。你没死，只是昏迷不醒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再加把劲儿，或许我就能彻底醒来了。可是未来的我改变了，你过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找到了救赎是谁。真没事，你把手机给我自己。等一下。那个是我爸研究的量子通讯的手机吗？嗯。对面是我爸吗？不是，是1年后的你。他刚刚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把手机交给你。他还说，凶手是裴慎。
裴深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？找我有事吗？怕你一直忙工作，忘记吃午饭，就给你带了碗馄饨。裴深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次能不能让我先说？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不会耽误你很久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看得出来，从揭幕仪式之后，你就在躲我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你发现了吗？没错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哥哥。对不起啊，我发现你似乎在找某位故人后，我就让你误以为我是那个人，为的就是慢慢接近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可你之前明明说过你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还说准备要跟她告白。这个人就是你。因为一开始相亲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后来我才发现你和魏总在一起，我怕你不接受我，所以就继续用这套说辞慢慢的接近你。我承认，我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卑鄙，但是我不后悔这么做。到现在，你慢慢的远离我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抱歉啊，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，你介意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裴深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心里只有魏子期。我明白，我不是要得到你的回复，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而已。先走了。魏总，倪总，这是量子通讯的信号。确定是量子通讯的信号吗？这是我根据你爸的实验日志1:1还原的系统，专门捕捉量子纠缠态的。不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靠什么通讯器发出来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好像是在我们公司大楼里。这样，咱们俩去找信号源，其他人继续跟踪信号源的动态。好的。魏总，我也去。走。倪宁，你去监控室，我去办公区。裴深，你从安全通道逐层排查。对了，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吗？可算找到你了。裴深，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魏总让研发部找一个通讯信号，我就跟着信号的位置找到了这里。袁夏，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你手机里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。但似乎魏总很着急的要找这个信号，他已经知道这个信号在还没有的内部大楼里了。袁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电梯人太多了，我走的安全通道，正好碰到裴深。下午我要出去谈个事儿，就不用等我下班了。好，去吧。魏总，那我继续下去找信号了。
他藏的可真够深的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才冒认了身份，卑鄙了些。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手机。他要手机干什么？从他的反应看，说明他早就知道双时空手机在我手里。应该不是陪审。能够比我们还要早知道双时空手机的存在，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它的人，也就只剩他了。西坤。现在有了这个双时空手机，我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。我要继续研发它。我可以改变所有我想改变的一切。我不仅仅要打给1年前的自己，我还想打给更早的自己。我想要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如果这辈子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再好好的陪陪他。也许只有那样，他才会快乐一点。我还有好多没有完成的事，都可以通过这部手机来实现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我只要知道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。这个能改变一切的人就是我。可是，魏子琪不可能告诉我们手机的使用方法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幕后的人是西坤？当时只是怀疑而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在西林接风宴上跟我说：“我听说你要重启量子通信试验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。”作为他最好的朋友，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。资金上有什么缺口说一声，我给你兜个底。当初 MU 深陷危机，他都不曾向我伸出过援手。现在听到我要重启我爸的实验，他的表现异常积极。我想到一件事儿。恒叔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进来。不了，叔叔临时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送你个礼物。顺便呢，拜托你一件小的事情，明年的今天中午12点，你用这部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。这个手机呢，我已经设置好了，你只要按这个重拨键就可以。等电话通了之后，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乖，那叔叔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叔叔，你回来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恒叔叔，您好，我遵守我们的约定了。我是圆圆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恒叔叔，您这1年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给哥哥打过电话了吗？哥哥现在原谅您了吗？喂，怎么挂掉了？怎么打不过去啊？这么说，我爸的实验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功了。当时可能他察觉到西坤要抢手机，所以才会特意把手机留给你，让你1年后提醒他小心西坤。而1年后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，不是我爸。我爸的去世就是那天，他的死不是巧合。我爸的死跟西坤脱不了干系。
我爸死后，西坤猜测手机可能会在我的身上，就让周围暗中监视我的生活。发现双时空手机根本不在我手里之后，就让周围故意把我送出国。在西林的接风宴上，为了找你，我跟西坤说过话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注意到我了。所以西坤就让周围来接风宴，对你下手。然后抢走你的手包，又跑到你家翻找以及行凶。他们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抢夺手机。只是老魏把你接到他家之后，周围彻底失去了动手的机会，西坤才会派裴深来到你的身边。为了这部手机，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。西坤那边的动作，最近明显急迫了很多。我想，这应该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。也是时候，该我们主动出击了。子期，南夏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我跟1年后的邢南通了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们为了你的死亡，尝试了很多，但是最后都回到了原点。你的死也没有改变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想送你出国。出国？我要你完全避开这个时间还有地点，避开所有出现的可能性。你不是对危机公关感兴趣吗？正好我在巴黎有一个朋友，是做各大品牌的危机公关的，你可以过去学习1年，这对你未来的规划也有好处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愿意。你是为我好，我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也知道你怕我生气，但我不会那么不懂事儿的。谢谢你，愿意把这一切都告诉我。如果你到时候把我骗上飞机了，就那样送出国了，才是真的擅作主张。而且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去系统的学习管理了，我很开心。那我等这边所有的事情忙完了，就过去找你。不需要，魏子期，我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我能适应的。而且我们内行忙起来了，应该比你还要忙很多呢。你到时候来找我了，我不一定有时间可以陪你呢。那剩下的时间，我可要好好陪陪你了。老魏，我是真没想到袁夏能答应出国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放心。西坤那边不能再拖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？袁夏一走，马上就行动。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动袁夏的机会。袁夏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跟你没完。他还以为你终于学会坦白了，结果你倒好，说一半瞒一半。我就是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改变他的结局。
啊，对了，这份遗嘱等元夏签完字之后，需要你们2个公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还有签字。这份遗嘱元夏就不可能签。他不会知道这个是遗嘱。他现在的学习进度，还有学了哪些新的单词，我都知道。上面的重要词汇他都不认识。老魏，宁宁，等你们签完字之后，尽快拿去给律师公证。嗯。他什么时候走啊？后天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雨，元夏不习惯带伞，我去接他。公主，Road to pray。你怎么来了？过来接你啊。这个是你出国需要用到的中介材料，需要你签字。全是法文啊！这一页我只认识2个单词，后面就更离谱了。这些单词我学习的时候怎么一个都没见过呀？慢慢来嘛，等你到了国外，有了语言环境，学得会更快。这些我都替你审核过了，直接签字就好了。好，元夏，怎么还在下雨啊？幸好你来了。以后要记得看天气预报，记得带伞，不然你在国外的话，我也赶不过去。知道了，我一忙起来就忘了嘛。我用一下电脑。这些是什么呀？把手机打开，看看。亲爱的圆圆，晚上好啊！现在为你播报明天的天气。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，局部29到32摄氏度。午后将有雷雨，出门记得带伞哦。这样你以后再忙，也不会忘记带伞了。妮宁，我是认真的，所以我请你以一个严肃的态度，跟我聊聊这件事情。开车是可以，但是你该加速加速，你该刹车的时候你得刹车，你不能随便变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得遵守交通规则，知道吗？好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全听到了。我就是想和你正式的聊一聊。可以聊。去哪儿聊？我来定。没想到出国前的约会竟然是在书店。过来陪你学学习，你到了那边好适应那边的环境。哎，你看那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是什么呀？啊，
这个是穿越时空的明信片。二位啊，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对对方或者对自己都可以。走进我们这个电话亭呢，拨打电话就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了。明信片上面有一个二维码，1年后我们会寄出，到时候呢，收件人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就可以听到今天对方所说的话了。谢谢。给1年后的，还挺有意义的。你想试一下？好，那我去给你补一封情书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先去。我都已经猜到了，你收到这张明信片，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会狠狠地把我骂一顿，骂我不守信用，骂我自私，又把你一个人扔下，可能会再加一句“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”，我猜的对不对？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Hello 呀，魏子期，我是你的女朋友袁夏，我叫的魏子期，就是现在正在听这段录音的你。那个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，会给我做饭，会陪我逛农贸市场，也会陪我过好眼前每一天的你。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在得知另一个时空我的遭遇后，我多庆幸我们现在还在一起，庆幸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可是慢慢的，这种庆幸变成了害怕，因为我们有过美好的过去，所以我害怕失去的痛苦。我也不敢想象，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是怎么一个人度过失去你的时光的。我不知道，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好好的陪在你身边？如果是，我想你现在听到这段录音，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第一时间冲过来给我个亲亲抱抱举高高。袁夏，在我的生命里，一共有2个转折点。第一个是我父母的离世，就此将我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全都摧毁了。另一个就是你，你闯进了那个阁楼，带着独有的向上的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，此刻才是。我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小偷，在我们重逢的时候，我偷偷地把你藏在了这段本该由我独自清扫脏乱的岁月里。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结婚了没有，不过我想你这么喜欢我，一定早就跟我求婚了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提前给你透个底。魏子期，我愿意。袁夏，对不起。如果我不在了，请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。我总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归期。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空再见。袁夏，我爱你。
怎么打这么久啊？有太多话想跟你说了。看来你给我写的情书有点长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是写给你的？那不然还能写给谁啊？当然是写给1年后的魏子期啊！一会儿我把它盖戳邮寄出去，他就能收到。不行，不能寄。我不能让他先听到你对我的告白。但你们都是魏子期啊。不是，我比他更幸运。好了，走吧。嗯，走。怎么买蛋糕啦？想提前让你跟我过个生日。提前2个月啊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还以为你要跟我求婚呢。如果我真的跟你求婚的话，你会答应吗？要是真结婚的话，怎么着也得签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吧？婚前财产协议？对呀，魏总你家大业大的，我这马上要出国了嘛，国外那么多花花绿绿的诱惑，如果我被别人诱惑走了，分你1半家产，到时候我怕你哭晕在厕所。元夏，我不会以任何形式去约束你，包括婚姻。你可以自由的去追求你的梦想、你的事业。当然，如果未来出现了一个比我还合适的人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也会放任我去追求他？那也是他追你啊。元夏，我不会以爱之名去束缚你。我对你的爱是理解，是尊重，而不是捆绑。元夏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你。魏子期，你的蛋糕还没有许愿吹蜡烛呢。你还想吃蛋糕？不想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。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会的，而且我有你亲手安装的 APP， 它会时刻提醒我，就像你陪在我身边一样。等我处理完工作就过去找你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走了。拜拜。谢谢。对不起，
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知道你把袁夏送走了，但是请你也相信，不管他到天边也好，到海角也好，我都有能力把他找出来。你敢？我一个要死的人了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可是袁夏会怎么样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代码是我妈去世的时间，换成2进制。111。等等。写在这上面。我警告你，不要说话招哦。你务必想办法拿到西坤的手机，输入病毒代码，我才能有机会拿到他洗钱的证据。魏子期，你今天要是敢骗我的话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出不了这个门。急什么呀？这个手机只有在中午12点钟才有效，所以现在根本就不会被接通。好，我就最后再等你2分钟。魏子期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！喂，是老魏吧？是吗？我这个下。喂。什么事？谢总，您的密钥是不是泄露了？我们企业那些账户全都被公布了。警察刚到公司，说接到有人举报我们涉嫌非法洗钱。你比你爸还狠！啊！既然提到我爸，那我就好好跟你算算你害死我爸这笔账。还有，你应该庆幸，西坤，要不是因为袁夏，你的下场会比现在还惨。
死也要拉着你。黑山，你去我的书房，打开保险柜，里头有我留给西林的东西，足够他在国外无忧无虑地过下半辈子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任你，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去自首。老魏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们分头去找。这边，老魏，老魏，接电话呀！没有。接电话呀，子琪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！魏子琪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制冷机房。快去制冷机房！魏子琪，你等我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元夏，慢慢来。元夏，我答应过你的，下雨天还要给你送伞，我还说过要去法国陪你，还有你在时空电话亭写给我的情书，我还没有机会听到，怎么办？我发现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兑现。原谅我每次都在跟你说对不起，但这一次，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，我们一定要不留遗憾。元夏。
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医生说了，过2天就能好的。你在说对不起啊？道歉？魏总那是为了救我，我应该受宠若惊才对，用不着道歉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可不敢再信。好好养病。醒了就好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我们现在回去，啊。现在放心了吧？你之前说想和我发展除了睡觉之外的关系，是真的吗？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，我有这样的冲动。冲动也行，真的，我真的行。你小点声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的遗嘱赠与人需要我这个受益人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你会不会无聊啊？我帮你复习一下法语词汇。好啊，正好。我刚刚翻译了这一份，你来听听我翻译的对不对？我与袁夏虽未结为夫妻，也无血缘牵绊，但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牵挂。圆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无论我魏子期因任何意外或疾病身亡，其名下所有财产，包含但不限于 MU 通讯集团54%的股权权益，坐落于江景28号房屋一套。建筑面积280平方米，产权证号 S00308342，均无条件赠与袁夏女士。我保证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不好好学法语还乱签字，是我自作自受。还有最后一句没翻译。Tu n'es pas encore ma femme, mais tu es toute ma vie. 魏子期，我还是没有原谅你，我只是不想像你一样，浪费我们本来就不多的时间。如果因为未来没有发生的事，就浪费眼前的时光，或者像1年后的魏子期那样，因为过去而忽略了当下，那才是真的不值得。我们约定好，不论未来谁先离开，
留下的那个人，都要好好的活在当下，不可以沉溺过去。我们要自由且灿烂的活着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